路飞带着布雷从镜世界里随机挑选了一个镜子逃命，没想到误打误撞逃到了坚果岛。不幸的是，大妈正好在坚果岛上大闹，路飞与布雷在这里很巧合的撞见了暴走的大妈。佩罗斯佩罗在大妈的耳边劝大妈：“妈妈，我们的目标不在这个岛上，草帽路飞他干，草帽路飞就在这里。”大妈一听到路飞这两个字，当即来了精神，举起被他掰下来的屋顶，冲着路飞和布雷就丢了过去。可怜布雷还指望大妈能把他救出来，但是大妈根本不在乎他的死活。此时大妈的脑海里只有4个字：结婚蛋糕。路飞眼疾手快，背起布雷就跑，躲开了大妈的攻击。布雷哭喊着求大妈和大哥佩罗斯佩罗救他。大妈从屋顶上跳下来，一声怒吼，后面的佩罗斯佩罗又趟过墙壁拦住了路飞的去路，但路飞脚下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。他开启3档，一拳头重重的打在佩罗斯佩罗的趟过墙壁上，然而墙壁纹丝不动。看来没有霸气是无法将其破坏的。可是路飞现在难就难在这里，10分钟之内他无法使用武装色，在这种强者如云的地方，没有武装色简直就是寸步难行。佩罗斯佩罗挥了挥手臂，趟过墙壁将路飞和布雷围了起来。阿曼达跳入墙壁中，举起自己的长剑白鱼，用极其缓慢的刀法砍向路飞。路飞弯腰躲开，现在他可没有闲心和阿曼达交手，因为他必须保存体力，回去继续和卡塔库利单挑。也许大家和我有一样的疑惑，路飞现在劫持了布雷，又从卡塔库利的身边跑了出来，完全可以趁着卡塔库利被困在镜世界这个时间闪人。为什么他还一心想回去打架？可能这就是动漫精神吧。路飞扛着布雷到处找镜子，佩罗斯佩罗将趟过墙壁转手变成糖果阔鱼，大妈乘上去继续追杀路飞。糖果阔鱼随着大妈的暴走也变得无法控制，在城镇里如同海啸一般肆虐起来。尽管阿曼达和佩罗斯佩罗尽力阻止大妈，但是他们也只能喊个几嗓子，显得弱小又无力。大妈理都不理他们，仅用了几分钟将坚果岛的城镇毁于一旦。大妈就像哈士奇一样疯狂破坏着一切能看到的事物，但就是找不准敌人。发了一阵飙后，还是把路飞追丢了。路飞顺利逃脱，心里松了一口气。大妈在这里，说明娜美他们顺利的逃脱了大妈的追杀，这也确实是一件大好事。路飞心里惦记着伙伴，跑着跑着把布雷落下来。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布雷已经藏了起来。干，快给我出来！路飞对着四周空气喊了几嗓子，布雷躲在垃圾桶里暗笑，哪会有自己出来送死的白痴啊！路飞继续喊道：“快出来，树枝！我叫布雷！”布雷气得从垃圾桶里冒头反驳。路飞奔过来，抓住布雷，将他绑了个结实。你是不是人啊？你是个魔鬼吧？路飞根本不理会布雷的大吼大骂，背起五花大绑的布雷四处寻找镜子。他在街道上奔走了一圈，终于在一个房子里找到了镜子。路飞高兴地奔过去，结果就差一步的时候，镜子被人打碎。路飞转过身，看到另一个和阿曼达一样戴着帽子、穿着打扮十分屌的女人。帽子女举枪就打，路飞膨胀起来，将帽子女的子弹反弹回去。帽子女气得跳起来举起枪，路飞直接背着布雷跑路，布雷在后面大呼救命。帽子女担心伤及布雷，不敢贸然射击。眼看着路飞背着布雷跳上了屋顶，屋顶上，路飞又撞见了另一个家族干部，又肥又矮的矮胖姐。矮胖姐是个拿刀的龙套，虽然和其他的兄弟姐妹一样会装逼，但还是伤不到路飞分毫。路飞等着自己的霸气恢复，懒得和这种级的敌人交手，转身继续溜。矮胖姐当然不会放任他逃跑，穷追不舍，逮到机会就砍。路飞很聪明，用身后的布雷当挡箭牌，搞得矮胖姐很难受。明明自己的刀法不菜，就是不敢下手砍。让路飞修了一顿操作后，目送路飞离开。要说残暴，还得看大妈。这些子女没有一个人继承了大妈的残暴性格。路飞背着布雷沿街奔跑，终于被大妈和佩罗斯佩罗撞见。大妈举起国王之剑拿破仑，佩罗斯佩罗大喊着要制止大妈，还有布雷在，妈妈！布雷吓得哇哇乱叫，但是大妈毫无反应，瞄准路飞挥下一刀，刀锋犹如闪电风暴，冲着路飞和布雷飞了过来。好在这时候，路飞找到了一面镜子，挟持布雷跳入镜子当中，勉强躲开了大妈的攻击。虽然暂时躲开了大妈，但是在镜世界中，路飞又要面临另一个头疼的问题——卡塔库利。布雷可不是坐以待毙的人，瞅准机会大喊卡塔库利。卡塔库利听见布雷的喊声，快速冲了过来。路飞只好拉着布雷再次随机跳入镜子当中。很快，指挥官蒙多尔接到情报，蛋糕岛各地传来目击者看到草帽路飞的消息。蒙多尔痛苦地摸了摸脑袋，布雷那个笨蛋不会是又被抓了吧？路飞背着布雷一路奔逃，通过镜子从这个岛逃到那个岛，从那个镇跑到这个镇，终于累得跑不动了，躲在一个民居里呼呼喘气。布雷问出了广大海迷心中同样的一个疑惑：你小子到底想干什么？如果想逃命，就跑去巧克力岛就可以了。路飞一惊，你怎么知道？布雷大喊：偷听的呀！大家都知道，你还是放弃吧，你肯定打不过我吧？路飞听布雷这么说，仔细回忆了一下关于战斗的细节。霸气是会消耗的东西，所以如果持续战斗的话，卡塔库利的见闻色也会减弱。布雷哈哈大笑，连讽刺带称赞的说道：你小子虽然看上去很蠢，但是和战斗有关的事情还挺灵活的。雷利曾经告诉路飞，霸气这个东西只有在实战的极限状态下才能更上一层，越是和强敌对抗，路飞就会越强。路飞看着前方的虚空，低声说道：我也能看到短暂的未来吗？布雷不屑地嘲讽他：你小子别做梦了，少得意忘形了，小矮子。
路飞不在乎布林的嘲笑，他的眼中只有卡尔的身影。我要胜过使出全力的那个家伙，胜过悬赏金超过10亿的男人。所以这就是路飞有机会逃走也不会逃走的原因，为了以后更强而在这里刷经验。巧克力岛，山治和布林、气风3人精心准备的蛋糕烤制成功，现在就差涂上巧克力和奶油进行装饰调味了。这项工作按照之前他们的计划，需要在船上完成。现在山治等人准备要即刻出海，赶去和桑尼号会合。布林早已准备好了货车，而拉车的居然是一只踩着杂技球的海豹。山治借了眼镜和面罩伪装一番，大家就出发了。蛋糕的香味瞬间传遍了整个小镇，居民们光闻着味道就忍不住啧啧称赞，不愧是布林小姐和清风小姐，厨艺真不是徒有虚名。山治躲在厨室当中，默默地等待出海，等着吧大妈，让你尝尝究极蛋糕的味道。乌奴在人群中等待良久，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女儿气风，还没等他上前认女儿，欧文站了出来，拦在路中间。布林，你要将蛋糕运送到哪里去？我收到消息，在这座岛上埋伏草帽一伙。布林连忙解释道，他们将要在海岸上阻拦大妈，防止大妈登陆到巧克力岛进行破坏。欧文扫视了一下随着布林一起坐在海豹货车的厨师们，没有发现可疑人物，点点头，同意布林通过。气风激动的连忙道谢，这下子引起了欧文的注意，他冲上前来，一把将气风从货车上揪了下来，摁在地上。别人可以通过，气风你就到此为止吧。周围的群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议论纷纷。欧文毫不在意群众怎么看，下令士兵放布林的货车队伍通过。气风，你这张脸还敢出现在我的面前？你不会不知道你丈夫做了什么吧？就算是亲人，谋反也是重罪。布林担心气风想要跳下货车去阻止欧文，结果山治站出来拦阻了布林。如果这个时候布林站出来的话，也会被当作是谋反者中的一员。布林一见山治如此担心自己，高兴的晕了过去。山治转过头看着受困的气风，心中十分焦急。如果自己出手的话，恐怕要被欧文认出来，但他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气风被打死，实在很纠结呀。气风祈求欧文让他把蛋糕完成，但欧文并不想这样做。现在可不是青春叛逆期或者兄妹吵架，你是企图暗杀女王的谋反者，必须将你干掉，以儆效尤。山治一惊，看来欧文是真的要下死手，现在根本就不是纠结的时候。欧文的拳头已经对准了气风的脑袋。就在此时，乌奴从人群中跳了出来，大叫着冲向欧文。欧文岂能惧怕这种货色，拳头转而砸向乌奴。山治看准机会，利用乌奴做掩护，在欧文出现之前，一个凌波微步闪现到欧文面前，接着一脚踢中欧文的脖颈，将欧文踢飞。气风落地前1秒，山治抱住气风，将他平安的送回到货车上。由于山治刚刚这招太过迅速，旁人根本没有看到他入场的身影，人们都以为是乌奴招式。乌奴自己也傻了，难道我这么厉害？欧文爬起身来，恼羞成怒，上前一拳头将乌奴击倒在地，根本不可能是你。欧文抬起头，将目光锁定在了货车上，山治把气风带回货车。布林找来布料将气风盖起来。欧文跳上货车，你当我瞎了？盖了这玩意儿我就看不到你。布林向欧文求情，但欧文说啥也要处死气风。这时欧文的电话筒响了起来，欧文暂停攻击，接起电话筒，属下报告，发现贝基的船正向港口靠近，舰队们正在围攻。欧文哈哈大笑，本以为贝基是个冷血的人，没想到他居然回来救自己的妻子。欧文打算暂时要气风一命，等着贝基送上门来。海面上，贝基的城堡战船正向巧克力岛赶过来，后面是炮火连天的敌方舰队。贝基眉头都不皱一下，双眼紧紧盯着巧克力岛。我来了，气风！欧文为了打击贝基的士气，命令手下连接岛上的扩音器，大声向贝基挑衅，奉劝贝基立刻登岛投降，否则把他老婆烤成老婆饼。贝基听到欧文的喊话，愣了一下，随即乱了阵脚。气风知道自己丈夫的脾气，他担心贝基中了欧文的圈套，反正自己是死定了，绝对不能搭上丈夫的性命。气风跟着喊话贝基，如果被抓住了都是死刑，你们赶快逃走吧！我是一个被妈妈讨厌的人，只有你们才是我真正的家人，总有一天你们要替我报仇啊！欧文见气风狠狠摁在地上，对他拳打脚踢。贝基用船上的扩音器大喊欧文住手，老子马上登岛，不要再对气风出手了。巧克力岛上，欧文的军队们已经将海港团团包围，而贝基身后的敌方舰队也赶了上来，将贝基的海贼船包围其中。面对此情此景，贝基万分冷静，眉头都不皱一下。欧文还在洋洋得意，以为贝基就这样束手就擒，没想到贝基的海贼船刚靠近岸边，就送了欧文一颗炮弹，正中欧文的大脸，将欧文从运送蛋糕的货车上打了下去。贝基一手抱着孩子，一手举着冒烟的粗口手枪，露出非常潇洒的笑容。全团因为贝基的强硬而欢呼不止。教父，干掉他们！欧文爬起身来，怒喝一声，浑身散发着高温，几乎把脚下的大地都烤化了。布林惊恐地喊道：“大家快跑！欧文哥哥要发飙了！”运输蛋糕的货车快速向海岸赶去，而贝基的海贼船也丝毫没有减速的意思，眼看着就要撞上海岸了。贝基不减速，反而命令继续加速。围在海岸四周的大马海豚军队慌了，贝基这小子不会是要自杀吧？众人尖叫着逃离海岸，贝基的海贼船直接开上了陆地。这时，众人惊讶地发现，贝基的海贼船船体附加有履带，这是一艘水陆两用的战船。海贼船潇洒地腾空而起，借着极快的速度奔向气风这边。小喽啰们惊得眼睛都飞出来了，这他妈也太帅了！从未听过还有这种装置的海贼船。贝基得意的大笑，本来就打算背叛大马海贼团，怎么可能把自己的秘密武器向他们袒露呢？
贝基的诺斯特拉城堡号冲入人群，属下们站在战场两边，对着下面的敌方军队就是一顿扫射。贝基站在船头，霸气外露。欧文气得火冒三丈，但就是没有办法，你说气不气？海贼船向疾风这边迅速靠近，贝基隔空呼唤疾风，将蛋糕扔过来。厨师们惊了，没听过这么操作的。这么大的一块蛋糕扔过去，先不说能不能扔过去，就算能达到，恐怕落下的时候也碎成渣渣了。山治一直等在货车上，观察贝基的动向，寻找机会与贝基打一波配合。听到贝基的隔空呼唤后，山治暗道一声，表现的机会来了。他跳下货车，迅速潜入货车底，一脚踢中货车的底盘，货车载着蛋糕连同拉车的海报一起被山治踢到了空中。贝基把甲板腾出来，贝基会心一笑，原来黑族那小子在。那么这一战，欧文要大获全败了。纳美这边负责瞭望的乔巴终于看到了前来追击他们的大马海豚舰队。神秘一看，这老虎不发威是不行了，总让敌人追着打，再不还击，敌人还真以为我方没人呢。当即就动员船员们停止跑路，转身反击。乔巴来了激情，爬上瞭望台去找加洛特，告知加洛特做好反击准备。但加洛特好像在思考什么事情，连眼直直的看着天空。乔哥，今晚是不是满月呀？我是谢幕君，咱们下期见。